到你，却又惊雷起。长夜落日山河灼，你在缥缈云里花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唱歌一曲，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唱歌一曲，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唱歌一曲。于是我想到了第二种情形，死者是途经此地，住上1、2天便要离开，那么他会到哪里投宿呢？客店。不错，而河口镇上只有一家客店，就是这个河口店。哦，我说您是怎么想到的？原来是这样。还有，我想到了傍晚时分，我们来到客店投宿时，店老板张申那些反常的表现。恩师，看样子确实是没人。街上就这一家客店，还关了门。今晚啊，咱们只好寻个人家借宿了。店内有人吗？是谁？哦，过路之人前来投宿，请店家把门打开。啊，就来。店家，哦，请问是店家吗？你们要住店？想到了这些，我立刻感到事情不同寻常，于是细细地回思了当时的情形。有2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请。拱生的猪头是用荷叶包裹，而凶手怀抱的死者人头也是用荷叶包裹，这才致使2人错拿了对方的东西。而无独有偶，在河口店的柜台上也放着一摞荷叶，这不能不令人起疑。于是我联想到了进店之时张申神色惊慌的样子，以至于竟将外衣穿反。真是对不住，我等急于投宿，催促甚急，店家竟连衣服都穿反了啊！让各位见笑了。方才各位敲门时，我等已经睡下了。怎么，天上未黑便已安寝？嗨，店里没什么生意，又没有别的事可做，便早些安歇了。当这一切不停地闪现在我脑海之中，一个推论便油然而生了。那位死者来到河口店投宿，张申见财起意，伙同店伙计2人将其害死。由于客店之中人来客往，不同于寻常人家，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
张申不敢将死者的尸体就地掩埋，而是决定将其头颅斩下，让伙计带到无人之处纵火焚化，而将尸体埋在另一处地方。这样，即使日后尸身被人发现，这也是个无头公案，连死者是谁都不知道，自然无法破案，当然更牵连不到他的身上。我说的不错吧？你是在什么时候听到我们说话的？我并没有听到你们说话。不可能，不可能，否则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些？如果你知道他是谁，就不会觉得奇怪了。正当张申二人将死者的首级斩下，用荷叶包好，准备带出店外焚化之时，我们恰恰来到了客店门前。老爷，真是怪了，这店里好像没人啊。店家，行路之人前来投诉，请把店门打开。门市，看样子确实是没人。街上就这一家客店，还关了门。今晚啊，咱们只好寻个人家借宿了。店内有人吗？笨蛋，滚到后边去！谁呀？哦，过路之人前来投诉，请店家把门打开。就来。当我们进入店中之后，你以生意不好，店中没有食物为由，将我等推到街上的饭铺去吃饭，而你则赶紧回到西头那间亮着灯的客房之中，包裹尸身，擦抹血迹，做好善后事宜。可是你没有想到的是，伙计在小巷口与买猪头回来的龚生撞在了一起。龚生怀抱的猪头落地，伙计抱着的人头也掉在了地上。因猪头和人头同样是用荷叶包裹，伙计慌张不察之下，捡起了龚生买来的那颗猪头，急奔而去。而龚生则是拿起伙计落在地上的人头，继续前行。被巡夜的里长和贾丁碰到，事情最终败露。听说街上出了杀人命案，我吃了一惊，赶忙向看热闹的人打听，听说是龚生杀了人，怀抱人头被里长发现。当时我就隐隐觉得这中间肯定出了什么事情。果然，伙计回来告诉我，荷叶包里是个猪头。我虽然生气，但想到那颗人头是在龚生手里被发现的，又只过了他和冯屠户之手，再聪明的人也联系不到我身上，又平白无故的出来两个倒霉蛋顶罪，这岂不是更好的结果？当时我还暗自庆幸，真想不到。想通了这些之后，我命里长率人在客店的后门等待。果然，刚刚店伙计背着死者的尸身偷偷溜出店外，被里长等个正着。老先生，不，老神仙，我真是服了您了。要搁着我，明儿一早就把龚生和冯屠户交官查办了。啊，今夜龚生和冯屠户可是受惊了，回去你要好好安慰他们啊。是，请您放心。怎么着，曾先生，我把这俩真凶带回去查问查问。不忙，不忙。你杀死的那位客人叫什么名字？他叫袁大头。此人从何而来？这小人没问过。那你为什么要将其杀死？只因见财起意，这才动了杀心。哦，也就是说你是图财害命喽？正是。所得财帛现在何处？并无财帛。哦，此话怎讲？
小人还是从头说起吧。今日早间，来了一位住宿的客人。老板，哟，客官，您住店呢？老板，我还有些货在捕头上，麻烦你找辆车帮我运到客店来。好的，没问题。伙计，准备2辆车。哎，好了，大头，找好客店了吗？找好了。这河口镇上啊，只有一家客店叫河口店。这不，老板和伙计都过来了。行，进货吧。哎，过来，过来，过来。来。千万不可声张，万一咱们的人追来了，那可一切都完了。放心吧，二哥，我就猫在那小店里啊，一动不动，等你回来。最多明天我一定返回，这期间你可一切要小心，尤其是咱们的货。没问题，你就放心吧。事情就是这样的。那麻袋里装的是什么？盐。盐？所有的大麻包里装的都是盐吗？正是。我还继续说吗？说。袁大头住进店里之后，要我们将所有的麻包藏在厨下，而后给了我2贯钱，对我说，不论是谁问起，都说没见过他。当时小人就想，这麻包里肯定都是值钱的东西。下午，我趁他睡觉的时候，偷偷的来到了厨下。把刀给我。是盐。这么多盐，掌柜的，我听说盱眙县那边闹盐荒，1斗盐能卖好几百钱。这么多麻袋，怕有5、6担，得值上百两银子。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宰了他，把盐藏起来。等风声过后，咱们把盐挑了，卖个好价钱，远走高飞，省得在这个穷地方受这冻。哼，掌柜的，他们还有个人呢。早上您没听他俩说吗？那瘦子明儿就回来。这样，等天擦黑了，咱们弄点酒，先把他滚趴下，然后宰了他，把脑袋带到没人的地方烧了，剩下个无头的身子随便一埋，就算是有人发现了，那也是个无头公案，连死的是谁都不知道，保他破不了案。可，要是他那个同伴回来了呢？那还不好办吗？说他晚上带着货离开了，再问之下就推说不知，一无凭，二无据，他能把咱们怎么样？就这么着，到了傍晚时分，我2人用酒将其灌醉，而后杀了他。后来的事，您就都知道了。那些盐现在何处？还在厨下。引我去看看。就是这儿。打开。盐在什么地方？这麻包是湿的。哦，果然是食盐。这么多盐，他们是从哪里弄到的？难道这2人会是贩卖私盐的盐枭？这麻包上有字。江淮。这个字是盐。铁字。转运
江淮盐铁转运使。什么？盐铁转运使？这是官盐？这就是江淮盐铁转运使的运盐船在邗沟翻覆之后落入水中的那些官盐。不错，否则麻包上绝对不会印有盐铁转运使的字样。走吧。邗沟覆船后，沉入水下的官盐消失无踪，官府屡次打捞，均是无功而返。现在这些官盐却神秘地出现在了河口镇。恩师，会不会有这种可能？这些官盐是袁大头等人从江淮盐铁转运使的仓房中偷盗出来的，而不是邗沟覆船后落水的官盐。有这种可能性，可你注意到了没有？麻包潮湿，这些字迹模糊不清，很显然是曾经被水浸泡过的。不错，可恩师，如果真是邗沟翻船后落水的官盐，而今已经几个月过去了，早已经干了。不然，南方气候阴潮，湿物本来就不易干燥，再加上这些人将麻包打捞上岸之后堆叠在一起，湿气就更加不易散发，因此麻包潮湿是很正常的。有道理。今天我们在上沟村还曾经说起，这上百只快船的出发和返回地点在哪里，是吧？不错，您当时说这个地点就在附近，绝不会离上沟村太远。与其说这几包官盐是从江淮转运使的仓房中盗出的，倒不如说这河口镇附近有这些歹人的秘密窝点，还合理一些。您的意思是，那些打捞官盐的歹徒就是从这附近驾着快船出发，待打捞完毕后，又将所有的官盐存放在这里？不错。可恩师，我们看过地理图啊，这附近除了河口镇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村庄和镇店。一切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张神，在。你方才说到与袁大头同行的还有一个瘦子，是吗？是，正是。此人明天回到河口镇。我听他二人就是这么说的。是您呐，袁大头在吗？在屋里，还没起呢。您总算是来了。这位爷搬到这个房间里了。快进去吧，他还等着您呢。请，请。就是这个房间，进去吧。大头，大头，啊！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袁大头和你是一路的吗？什么袁大头？我不认识。我劝你识相一点，不要逼我把事情做绝。这样吧，我给你提个醒，那几包官盐是你们二人运到河口镇的吧？什么官盐啊？我说你们是认错人了吧？你看看这个。啊！你们杀了他！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他不肯合作。希望你不会落得他这样的下场。说吧，那些官盐从哪里来的？要是再让我问一遍，
你可要倒霉了。说，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放开他。说，这些盐是从北沟大仓房偷出来的。北沟大仓房？正是。北沟大仓房在什么地方？离河口镇不到30里地。胡说！地理图显示，河口镇附近没有任何村镇房舍，更不要说仓库了。老爷，小人说话句句事实。那北沟大仓房是2年前才建起来的。哦，是2年前才建起来的。正是，那里原来是一片荒地和荒滩。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冒三儿。你们是做什么营生的？把盗盐的经过给我详细道来。是，小人就是北沟大仓的水鬼。袁大头是负责看管仓房的，因大仓内存有很多食盐，小的2人商量倒出一些卖到北边，赚些银子花花，这才趁夜潜入了仓房，倒出了6、7包。我2人说好，小的负责去找买家，而袁大头带着盐包在河口镇中等待。北沟大仓之中有多少水鬼？有7、8百人，还有上百只快船吧？啊，你怎么知道？每次江淮转运使的运盐船在邗沟翻覆，你们便乘快船赶往事发地点，将沉入水下的食盐打捞起来，运回北沟大仓存放，是这样吧？这你也知道？你的话太多了，回答问题。是，正是。恩师，事情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老三儿啊，你们是怎么干起这个营生的？在此之前，小人们都是在江河之上讨饭吃的。每逢货船翻没触礁，人祸落水，船老大就出钱请我等前去救助打捞。因大家的水性极好，穿上水铐潜入河底，能够几天几夜都不上岸。因此，河湖道上行船之人将我们称作水鬼。2年前，一个叫林阳的人花重金从各地将我们请来。林阳？正是。这个林阳是做什么的？据他自己说，是个船老板，常年在运河之上运货跑船。此人出手豪阔，挥金如土。他对我们说，有一件大事要数百名水鬼一同去做，而且酬劳从优，包吃包住。但有一点，几百名水鬼必须聚集起来，住在一处。本来大家还有些犹豫，但林阳当场就给每人下了20两银子的定钱。眼见白花花的银子，大家都经不住诱惑，便接了定钱，分批来到北沟。林阳已经为我们修好了住处，果然是衣食无忧。可当时谁也不知道他究竟要我们为他做什么。过了些日子，大家发现住处周围盖起了几座很大的仓房，就是现在的北沟大仓。正是。正当我们惊疑不定之时，林阳带着监库彭春和上百名手持刀枪的黑衣人出现了。他对我们大家说，所有前来北沟的水鬼都是从事秘密打捞事务的。从即日起，大家听候监库彭春的统一调遣，任何人不得外出，否则格杀勿论。这个监库彭春是什么来头啊？这个小的就不太清楚了，只知道他是林阳的亲信。你继续说吧。哦，听了林阳的话，大家都有些忐忑不安，但既已上了贼船，又难以反悔，再加上北沟大仓戒备森严，想走也走不了，于是只得安心住下。几天后的一个深夜，监库彭春将所有水鬼唤醒，集合后穿上水铐，上了快船，径直驶到邗沟的鬼石头。到了地方，彭春才告诉大家，有一队运盐的官船在鬼石头翻没，让我们潜入水中打捞落水的官盐。从此以后，过1、2个月，我们就要进一趟邗沟。记得最后一次是到邗沟北边的山阳县。你们是怎么样打捞那些落水的官盐呢？每条快船上都有几张粗绳结成的大网兜，水鬼们带着网兜跃入水中，
将沉在水底的盐袋放进网兜之内，而后浮出水面，将绳索头交给快船上的人。快船上的人将绳头固定在船尾铁钩之上，启动快船，拖着水下满载盐袋的网兜驶回了北沟大仓。果然与星儿媳妇所见相同。那么那些运盐的官船又是如何在邗沟沉没的呢？这个小的就不太清楚了。我们北沟大仓的水鬼只负责打捞，其他的一概不知。每一次将盐运回后，就存放在仓房之内。过了些日子，便会来一艘大船，将库存的官盐全部运走。哦，什么样的大船？啊，就是平时运河之上载货的翘头大趸船。那么，这个大趸船将那些官盐运到何处啊？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哦，但在装船之时，听大趸船上的人说话，好像是淮北口音。哦，淮北口音。啊，正是。每次大船前来运盐时，林阳都会出现。这样吧，今夜就由你带路，我们潜入北沟一探究竟。啊，老爷，北沟大仓把守极其严密，一旦被他们发现，那可是死路一条啊！小人好不容易逃离那里，若是再回去……既然你有能耐跑出来，就一定有办法回去。这样吧，2条路由你选择。第1条路，带我们暗探北沟，回来之后我便放你离开。第2条，现在就死。啊，小人还是选择第1条路吧。可老爷，你可得说话算数啊！回来后便放了小人。这一点你尽可放心。把他带下去吧。是。哦，恩师，一切都在您的预料之中。果然是这些人将沉入水下的官盐盗走，而且他们的窝点就在附近。目前有一点可以肯定，邗沟覆船绝非意外，而是歹人们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巨大阴谋。首先，他们暗中袭击盐船，令其在邗沟翻覆，而后再派出早已准备就绪的水鬼，赶赴事发地点，捞起官盐，将盐悄悄地运走，存进北沟大仓房。最后，再由另外一批人用大趸船将官盐悄悄地运离。不错，恩师，如此浩繁的作案过程，其牵涉之广，用人之多，实在令人咋舌。其中不管哪个环节衔接不好，都会出现问题。我真想不出，究竟是什么人会有如此手段，而且这些人劫夺数百万担食盐，到底要做什么？盐铁是朝廷专售，他们是无法公然买卖的。是啊，这也正是我在想的问题。他们会将盐运到什么地方，又要怎样处置？他们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恩师，要不要通知钦差卫队前来，将他们一网打尽？我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沉住气，绝不可打草惊蛇。我想，此事今夜便有分晓。过了这条港岔，前面便是北沟大仓了。老爷，大仓附近戒备森严，除了码头外，船只无处靠岸，因此咱们只能躲在树丛中查看。那树丛离仓房有多远？码头旁边就有一片树丛，可有一样，大家一定不要出声，万一被守卫发现了，那可就完了。过了港岔之后，大家要加倍小心，讲话不要高声，以免被那些守卫发现啊！是。
将那些盐运走。划船再使劲点。老爷，别再近了，再近就要露馅了。哎，我们驶进这片树丛，慢慢的靠过去，越近越好。有树枝的掩护，岸上又有火光，他们很难发现。走，走。穿长袍的人是谁？他就是监护彭春。哦，他就是彭春。正是。已经出京了，要大家动作再快一点，必须赶在2更前出发，快！是，他们要将官盐运走，我们该怎么办？顺着龙的话，看看他们究竟要将这些官盐运到何处。您的意思是说，跟踪他们？这些人之所以选择夜间出发，就是为怕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定然是想利用夜色做掩护，先将船队驶离扬州，而后再继续北上。李川，拿地图来。我们先返回河口，然后兵分2路。狄春率张环、李朗和卫士跟踪这些运盐船队，摸清楚他们藏盐的地方。将我们送回河口镇之后，你们不需要再回到这里，而是驾船到上沟村附近去等他们。上沟村？为什么要到上沟村啊？不管这些人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顺着运河北上，必定会经过上沟村。待他们到了，你们便暗中跟上，查个究竟。好，记住，绝不可轻举妄动，打草惊蛇。老爷，您就放心吧。是。那我们呢？我们今晚在河口镇歇宿一宿，明天清晨赶往山阳县。去山阳？正是。我要亲自查看李翰的死亡现场，再见一见那位第一个发现李翰自缢的山阳县令陆继英。待这一切都做完之后，我们便返回扬州，等候狄春的消息。那时元芳也该到了。请进。贤妹，我还怕你休息了。
睡不着啊？我也睡不着，到你这来坐坐。怎么样，住的还习惯吗？非常好。听下人们说，这是你住的房子。正是。真是不好意思，把你挤到偏房去住。嗨，这有什么？我这人长得就偏，住偏房才是得其所在。大哥，你坐呀。好，坐。大哥，你是不是有话要对小妹说？你怎么知道？看你的表情就能猜到。是啊，除了你，我再也没有别的亲人，更没有旁人能够听我说话。想说什么？明日就是与元芳约定的见面之期了。是啊，你来之前，我也正在想这件事，心里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明天就能够见到他；紧张的是，万一他没能如期赴约。哎，闭上你的岩浆口，净说些不吉利的话。我想过了，元芳他的武功机变，军术一流，铁手团的杀手虽狠，在铁仙观还不是被他玩的地溜乱转。放心，他一定不会有事的。你不担心？真的？真的。你怎么不说话了？如果你真的不担心，就不会半夜跑到这里对我说起此事。大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心里没底，想从我这里听到些令人安心的话，是吗？是，你真聪明，一眼就看透了我的心思。本来我是不想到你这来唠叨，怕你担心。可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说实话，我这心里边是忐忑不安。啊，刚刚在房中想起此事，我这掌心就不停地冒汗。贤妹，你说元芳她不会有事吧？大哥，说没事那是自我安慰，我的心里也是非常紧张。可是我相信一点。是什么？还记得你上次在树林中说过的话吗？记得。我相信吉人自有天佑。是啊，是啊。我想元芳明天一定会如期赴约。哎，怎么看呀？那就是山羊县衙了。到了。什么人？是县令大人的朋友，有急事求见。好，你持此物进内通报，就说狄仁杰在门前等候。啊。进来。怎么样，贤妹，准备好了吗？好了。那我们走吧。万一元芳到得早，他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别生出什么枝节。大人。啊。
县令大人，怎么了？门前有几个人说是您的朋友，让我进来通报。我的朋友，下去吧。哦。狄仁杰。大哥，怎么了？处置使狄仁杰大人来了。处置使？那天吴文登道就是要告诉我，处置使狄仁杰大人即将到达扬州。狄仁杰，就是那个断案如神的宰辅狄仁杰。应该就是他。哎呀，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大哥，你别着急，你立刻前去迎接狄大人。我先赶到群仙茶楼等待元芳。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佳美，你一切小心。放心吧，我也不是小孩子了。好。哎，大哥，官府。哦，我知道了。恩师，这山阳县倒是个繁华所在。是啊，山阳北接运河，南连淮都，乃两河都会，又距扬州最近，因此自古以来都是通衢之所。敢问两位，哪一位是处置使狄阁老？我就是。山阳县令鲁吉英拜见狄阁老。不要跪，也不要拜，把官凭还我就好啊。你不要紧张啊！我等微服到此，就是不想惊动旁人，因此才会这么早打扰贵县呢。没事没事，阁老折煞卑职了。未知阁老驾到，有失迎养，望阁老恕卑职不公之罪。好了，客套就免了吧啊！我把贵县从被窝里叫起来，也是于心不忍呐啊！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 Below the video, please leave comment, click like and share.